兄弟们，说句实话啊，多多少少我是有点受不了了。这咸鱼版被野生存也太咸鱼了吧！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！咸鱼到你不可想象啊！上期视频我还说啊，我应该可以一命通关被野生存，就现在来看，在主世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来吧，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回顾一下，在过去我游戏3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。首先，这都不用说，兄弟们啊，我制作了一身铜装备，有了铜装备以后的我，立马就达成了进度，圣斗士很帅，有没有？接下来不用说啊，我就是不停的挖矿，挖矿。别说方圆5公里了，我觉得方圆10公里之内裸流的铜矿都被我挖完了。那么趁着挖矿呢，我来简单说一下，咱就说一下蜘蛛、僵尸、苦力怕的掉落物。蜘蛛和僵尸咱就不用多说了啊，一个掉落缩条版的蜘蛛，还有一个就是掉落僵尸的脑子。它们的作用依次是提高速度和加夜视。那么这个苦力怕它会掉落一个苦力怕宝宝，4个苦力怕宝宝可以合成一个苦力怕之魂。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可以给我们提升一个挖掘速度。当然了，后期还有一些别的新鲜玩意儿，咱们后期再说。所以说前期如果我们遇到蜘蛛、僵尸、苦力怕，最好是不要放过。我觉得蜘蛛还好一些啊，尤其是僵尸和苦力怕，能打则打。刚好这里有一只苦力怕，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。前期的苦力怕，如果我们拥有一把铜剑的情况下，3剑就可以把它给秒掉。苦力怕宝宝啊，其实还是挺可爱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东东。经过了19天的不懈努力，兄弟们看我的经验等级51级。其实在这个咸鱼版生存中呢，除去吃钻石和绿宝石还有青金石，涨经验最快的并不是烧矿，是打怪。一会儿啊，我就会给你们简单展示一下。那么这生存第19天呢，也是下起了大雨。在这个衣食无忧的年代，我本来是想靠着一场大雨多收割一些僵尸，得到一些僵尸的脑瓜子，然后呢，我就准备要下矿洞了。可是谁知道这个咸鱼版被野生存在下雨天压根就不刷怪。当然了，这么说我可能有点不太谨慎，极有可能啊是我脸太黑了遇不到僵尸。既然计划破灭了，也没有多大事儿。我家里还存了3个脑子，加上1朵小黄花，先合成第一个30脑神丹。就我目前这个经验等级，你说不赶紧附魔，那还等啥呢？在我家周围呢，刚好还有这么一个小水池子，挖到了甘蔗，提前给它种起来。种完甘蔗以后，我就在我家附近啊开始寻找矿洞。现在呢，就让你们感受一下30脑神丹的威力。咸鱼版被野生存就是好啊，真咸鱼就完事儿了。咱说句实话，兄弟们，真的啊，如果你真能够制作出10瓶30脑神丹，我跟你说，你探索矿洞都不用带火把，直接下矿洞，绝对牛掰。不过呢，垫脚的方块还是要准备一些的，把这个该死的虫子给它扔掉。这家伙放在我背包里只会吃我的食物。来了啊！首先啊，离我家不足200米就有一个矿洞，进来以后我就发现了一处铁矿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铁矿啊。最近我的视频一上传，有好多粉丝在吐槽这个材质包啊。其实我感觉还好吧，可能你们刚看啊，可能有点傻分不清楚。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傻分不清楚，但是时间长了以后，我感觉这个材质包也还行。兄弟们稍微适应一下吧，目前我真是换不了，如果能换的话，我早就换了，好吧？哎呀妈，你看看兄弟们这个小矿洞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有2处铁矿。那么这个矿洞就探索完毕了，确实比较小，兄弟们。但是呢，小归小，它还是挺富的。众所周知啊，小矿洞肯定是不能展示我技术一哥的实力。况且呢，我这瓶30脑神丹也不能白吃，吃下去以后咱们得努力探索呀。于是乎啊，距离我家75米的方向，我又遇到了一个矿洞。下来以后借着夜视直接插火把。那这个矿洞呢，一看就比较大，大矿洞，我就想到了我的经典台词啊，兄弟们，矿洞之妖娆，矿洞之险恶呀。矿洞里没有僵尸，你让我怎么过呀？就我目前这身装备啊，别说对付1只僵尸了，我求求系统了，再给我安排10只僵尸吧。就这样，我借着30脑神丹6分钟的夜视，在如此之大的一个矿洞里，可以说是叱咤风云啊！兄弟们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所有的火把都点上，夜视还有2分半，没办法，火把不给力。等我制作完火把以后，再回这个大矿洞。此时的夜视大概还剩1分钟啊，能干多少算多少。可是你们就看啊，如此妖娆的一个矿洞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可能全部点亮的话，大概得需要1000根火把，绝对不夸张，真的得需要1000根火把。好，左边是苦力怕，右边是僵尸，想给我来个2面夹击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抡起咱的大宝剑，哐哐就是一顿干。拿下！30脑神丹的夜视效果没了。此时此刻是生存第20天的下午5点，小矿洞里的铁矿咱得挖回去啊。可是就在我挖铁矿的时候，神奇的生物出现了啊！兄弟们，我们的老对手了，食尸鬼。在休闲版被野生存中，第一次跟他交手，我感觉这个攻击力好像有点逊啊。他怎么跟苦力怕一样啊？我3剑就把他给解决了。挖完铁矿以后，我就回家睡觉了。可是谁曾想，兄弟们，我在矿洞叱咤风云，僵尸干不掉我，食尸鬼拿不下我。谁曾想，大早上的我吃个沙拉，哎妈！黑屏了，掉线了，存档崩了，那崩就崩吧，无所谓了，再登录一次就完事儿了嘛。可是我又不曾想，我这边刚登录上，兄弟们，我在墙里窒息而亡。不得不说，这系统是真逗乐呀！食尸鬼都难不下我，你就安排这一出。当时我窒息以后呢，经验等级是掉到了39级，然后这几天呢，我又烧了一点矿，打了一点怪，经验等级又瞬间暴涨到53级。
就在刚刚，我又打了一只蜘蛛，一只小白，经验等级暴涨到54级。所以说，也就是在此时此刻，我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这期视频我无论如何给它干到100级。你系统不是针对我吗？那就看一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嘛。那这个矿洞呢，我就不说了，兄弟们啊，绝对是妖招险个。在这个大矿洞里，我还遇到了2个刷怪龙。其实现在想想呢，这个刷怪龙大可不必给它端掉啊，刷点小蜘蛛嘛，那不正好吗？在这里我们可以弄一个小型的刷怪场，那经验别说100级了，涨到200级都没问题。把这个刷怪龙给它挖掉，咱们看一下商务里。哎，这物资怎么说还行吧，兄弟们，土豆、洋葱、马铃薯，还有一把大葱铲。紧接着咱们再往下走，兄弟们看这个台石啊，肯定又是一个刷怪龙，这无疑了啊。然而就在这个刷怪龙的下面，我看到了我的一生之敌呀，兄弟们，地狱苦力怕。当时我说句实话啊，没敢正面跟他刚。其实我是有个小算盘的，地狱苦力怕的威力你们都知道吧？如果我们不把它拿下，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让它原地爆炸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石头了。有了石头就可以建造我们的石头大别墅了。反正当时我是这么想的。于是乎啊，我就决定先回家把我的物资放一放，然后回来再盘它。毕竟我也不存档嘛。然而我这回家放物资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宝贝，兄弟们，看我背包里这个蓝宝石。据上期视频有粉丝给我反映，我们在主世界挖掉100块石头就可以掉落一个蓝宝石。可是我看了看我家的这个石头碎片啊，我好像也没有挖够100块石头吧。所以说它是怎么来到我背包里的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那么这个蓝宝石有啥用呢？蓝宝石的作用可大了，它可以分解得到灵石。那灵石有啥用呢？说白了，灵石的主要作用啊，一是照明，看到了吧？第二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小方块，使用方便，拆卸简单，可以说是啊，在这个版本当中的啊生存之神器。64个没必要拿这么多啊，拿32个就够了。生存第25天，我再次来到矿洞。说起来那真是气死我了啊！等我再来到矿洞以后，地狱苦力怕不见了，兄弟们，背包我都腾空了，他跟我玩消失，我只能是继续探索呀，没有点亮的地方继续插火把呀。正如你们所见呀，我又遇到了小白小分队呀，好家伙，这小白小分队很嚣张啊！看到这个拿剑的小白没有？他可以召唤拿弓的小白啊，他是个什么小白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希望兄弟们可以给我普及一下。在这个矿洞里挖了多少矿我都不说了，兄弟们啊，没必要再展示。要说我遇到的最厉害的怪，肯定莫过于刚才那只地狱苦力怕。虽然没有跟他交手，但他也属于是地狱级的。现在你们看吧，在这里又遇到了一群怪，还是刚才那个拿剑的小白，顶多又多了几只食尸鬼。那么这一波呢，你们现在注意一下我的经验等级啊，目前是66级。等我把他们全部解决掉以后，60多级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再看这个涨经验速度，立马就涨到了69级。接下来我也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再展示了。我回家制作了一把银战斧，这把银战斧对亡灵生物的伤害可以加成到50%。现在是生存的第28天的下午4点，我通过烧矿打怪，在这个矿洞中啊，我把经验等级升到了93级，直到生存第29天的上午11点钟，我通过烧矿把经验等级升到了100级。所以说兄弟们，咸鱼它是真咸鱼，整整用时29天，经验等级100级。好了，啥也不说了，这背野生存我玩了，但是又好像没玩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